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只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害怕离了我，别来是另一我。浩然到底什么时候来上班？他的外公刚过世，需要一点时间休息。如果他不想学做生意，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好，就多来一条石斑鱼吧，谢谢你，林总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我们温顺东医院呢，一律给你们的员工最优质的服务以及常年的身体检查。没用茶洗过，怎么喝得出茶的味道？林总，现在这杯茶更加的香醇了，试试看吧。还不错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们全家每年都去美国最顶尖的医院做身体检查，医院也会安排最优秀的医生为我们服务。温顺东的医生也做过国际有名的高难度手术，有很多国外甚至远在美国的病人都慕名而来。说到美国，我下个星期正要过去谈生意，叫浩南一起去，好好学学。带 Dr. Chong 在身边，是准备想要栽培他吗？你是医院的总监，没有收到辞职信吗？一般小职员辞职的事，都是交给下属去处理。浩南这小子还算是45，知道待在小池塘里，永远只是一条小鱼，怎么可能游到大海呢？只给我们签一份员工的身体检查，连 VVIP 都拿不到，还要看他的嘴脸，真的划不来。有钱人又不只是林甲昌一个，下一个要帮你牵线的是物流公司的唐老板，财力强大。我们先坐一会儿吧，唐老板还在开会，会议结束，秘书会马上通知我。是不是董事局有给你什么压力？你跟淑芬说了什么？照你说的，解释清楚我们之间是清白的，只是工作上的来往，你对他由始至终是一心一意，他还是怀疑你。你真的只跟他说了这一些？
有时候怀疑一旦产生，罪名就成立了，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的认知。就像你现在，应该在怀疑我，对吗？等我回去啊，我就爆料这间黑心医院，看你怎么死。怎么突然间要出院了？还不是被你们逼的？为什么突然间逼我们还钱？慈善交流计划上个星期就已经终止了，萌萌的医药费跟住院费现在都要我们自己负担，医院也没有提早通知我们，害我们多住了1个星期，现在欠了1万多块。一定是那姓朱搞的鬼，明知道萌萌不是新加坡公民，没有津贴，就故意赚我们一笔。OK 啊，你们会不会之间沟通上出现什么问题？他根本就是说话不算话，本来讲好无条件帮萌萌医病，现在呢，说的全都是屁话。我们想要跟 Dr. Chu 谈一谈，可是他很忙啊。你现在突然叫我们给1万多块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。能不能请你帮帮我们，找他谈一谈？找他也没有用，要找的话找淑芬，搞不好是他故意陷害我们的。我可以保证，这件事情跟淑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件事情交给我吧，我要好好跟Dr. Chu谈一谈 ，OK？ 那就拜托你了，希望可以免除掉这笔医药费。我查过了 ，crowdfund 的进展呢，目前为止筹到大概20万左右。哇，才放上我1个星期就筹到这么多。萌萌的医药费何止20万？我知道，给我们多一点时间，我相信很快能够筹到更多钱。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萌萌死掉吗？不要乱说话。总之呢，我会想办法，你们也不要想那么多，把萌萌照顾好就好。我是没什么耐心啦，想不到办法的话，我只好上网爆料淑芬和姓朱的丑事，让大家为我们评评理。为什么突然间终止交流计划的活动？之前不是说过要赞助萌萌的医疗费用吗？这是董事会的决定。我已经申请延长计划，但是还是没有通过。就算这样，是不是应该提前通知他们呢？合约写明 end date 是由医院决定的，萌萌的父母应该是有心理准备。我通知了 Dr. Day， 跟他们说的，难道他忘了？以他们现在的情况，怎么可能付得起1万多块钱呢？医院不只处理萌萌的 case， 还有很多病人需要等着治疗的。难道你认为我要亲自跟他们说声吗？对了，你是不是忘了跟我汇报一件事情？什么事啊Dr. Chong递了辞职信，我怎么还没收到？他还在考虑当中，是你想挽留他吧？等他考虑好了，我会告诉你。我相信Dr. Chong应该懂得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。认清现实是很重要的，就算有问题，找对的人来谈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事在人为，只要有心，一定能够找到办法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光辉的脚有新的淤青，看起来不像是被虐待。带去医院。可是光辉不敢去。他一定是怕又再被打。可是这样下去，光辉一定会被打死的。走了，我们现在去。喂。算了，我再想想办法。
美女怎么了？这个可以视讯，你会用吗？我会用手机的。跟手机的操作一样，很简单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要打给我，就按这个。镜头在这里。我会了。我跟 Dr. King 联系过了，你去了怡保，可以跟他视讯，让他跟进你的情况。有空也可以和我们视讯聊天。你们在玩什么？我也要玩。阿嬷，这个是视讯，到时候你们去了怡保，还能见到我们。你真有心。妹妹从小就很贴心呢。我很舍不得你们走啊。哇，看来我这个孙子快要被取代了哈。有什么好吃醋的？你们两个从小就黏在一起玩，妹妹还说要嫁给你，你也说好，早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好取代的？来吃水果吧，我给我吃了我再去洗。袁慧，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我自己去拿。你坐吧，你是客人，当然是我来。新请的女佣啊，还不错。妈，她不是女佣。在忙啊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没事啦，是我爸。对不起啊，这几天我都忙着处理我阿公的身后事，都忽略了你，辛苦你了。只要能减轻你的痛苦，辛苦一点也没关系。幸好有你照顾妈跟阿妈。你放心，找我从怡保回来，我就一定跟你爸报道。也不用那么急啦。确定你不需要我一起陪你回怡保？我回去要处理一些事情，你这几天就好好休息。好吧，我安排了司机去机场接你们。这几天你先住我们家别墅，我也请了看护帮忙照顾阿妈。住你们家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反正也是空着，等工人把你们老家打理好了，司机就会载你们过去，你就安心的住几天吧。谢谢你啊。希望有一天，我有能力买一栋别墅给妈跟阿妈住。你一定行的。婆婆，你可以过来浇水吗？干嘛这么麻烦，搬来搬去啊？那婆婆，除了让他们喝水，要怎么让他们健康长大？你傻的啊！他们又不是人，怎么喝水？你真聪明，很好。不过如果他们长大了，这个家这么小，那要怎么办？那就帮他们办一个大一点的家嘛。拿个大花盆来。可以故意移动盆栽的位置，让它多走动；也可以考它种花的步骤，让它多思考。它用过的用具呢，都可以用颜色来标记，放在固定的组成柜上。要找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容易。它可以用剪刀吗？可以啊，只要看着它用就行了。
你真的很专业。我以前本来想带阿妈去看职能治疗师，可是她都很抗拒，所以就没有带她去了。很多人都觉得职能治疗师是训练工作技能，要帮助回去工作的人。但是很多病症呢，像是失智症的人呢，都能通过职能治疗来帮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。到这边。来坐。你跟家人都还好吧？他们都还好。Thank you， 这边。那辞职的事情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了？我一直对你抱着很大的期待的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你会成为一位很出色的医生。这封信当我没有收过。我还是要辞职的。其实不只是阿公的药费，我要赚更多的钱，我才能照顾我的家人。对不起啊，又让你失望了。你真的不后悔？我已经想很清楚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什么见面的吗？有人有眼不识小泰山，把我当成刚来报道的菜鸟医生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请问你是？跟你们一样，小医生。你一定是第4个来报道的 MO。果然是小医生。没想到我们竟然变成了4德帮。短短几个月，一起经历了很多东西。一起笑，一起哭，还一起出生入死。最难忘的就是救 Mr. Aki 的那一次。Mr. Aki 呢？当时我真的怕得要命，我们学的急救方法没有一个派得上用场。幸好我们齐心合力救了他们2父女。只可惜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救得回。死亡时间10点42分。豆腐花是我经手的第1个死亡 case， 到现在还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干嘛想这些伤心的事？想一些开心的事嘛。当时我们被体罚的时候，感觉就像回到校园，一起挥洒青春的汗水，精力旺盛。少来啦！明明是你跑得最慢，喘得最大声。幸好有你们，我才能撑过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。来，开动！你们吃这个吗？都可以啊，我放多一点啊。就算我不当医生了，我们永远都是朋友。好，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烦恼都丢掉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尽情吃，尽情玩。等一下。哒啦，送给你的。你们去偷医院的白大褂，偷 Dr. B 的。
你们是不是想跟我一起走啊？别听他乱说，我们是特地定做的，快穿来看看。穿好一点，这是你最后一次穿了。谢谢你们了。仪式开始，来。不要动啊！会很痒，不要动，不要乱动啦。什么时候开始有梦想？从第一次眺望，自己决定方向，不管外面谢谢你们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 ，bro！ 来拍张照。这里，1、2、3，耶！我们要守护初心，想让心底那道光，那是最宝藏，因为是你给我的正能量，偶尔也会撞上被我远遮住的太阳，好庆幸有你在身旁。微笑是最真心的徽章，凝聚力的